回来了，这么快？赶紧！今天锅特别好吃，我跟你说。坐下一起吃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锅的味。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说了我该说的。你放心，你说那些我都记着了，只不过我把丈夫换成了男朋友，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妥一点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涛是你同学，从他知道你家密码上这一点来看，我推断你们应该是闺蜜。闺蜜知道这些应该还好吧？哎，有话出来说，别说悄悄话呀。正好给你们相互介绍一下，他叫杨华，是我的男朋友。这位女士叫梅梅，是我的同学兼二嫂。二嫂好。别，我这头衔可不是随便乱叫的。你俩这感情还没有理清楚之前，叫我妹妹就行了。不是加班回不来吗？怎么的？一听说有人陪我喝酒，这麻利儿的就回来了。瞧你这一头汗。哎呀，我馋酒。你回来正好。刚才我们正聊到你们第一次见面，他说你俩是在北海道见的面。我怎么想那回陪你去北海道的人是我呀？哎呦喂，脏不脏啊？你这是没呛着吧？哎，你行啊，金屋藏娇，2年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，滴水不漏，姐服了。来，擦一下。我来吧。大师，我突然对你产生了一个好奇，你刚刚对什么如何把烦恼减少到最小很有自己的心得，是不是？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这个人呐，他拥有多少财富，他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快乐？哎，这个是肉不好吃还是酒不好喝？聊什么人生啊？都是两脚落地就开始摸爬滚打的人。别打岔，我就爱听他说话。你回答我啊，4500，一个月只需要4500就可以生活得很幸福。在浦江4500，那房贷都不够还呢。贷款买房本身就是欲望膨胀的表现。一个人生活可以自己租房子，25平米足够了。25平米，那房租也得2000块吧？那还得中环以外的价格。合租更便宜，尽可能的少使用家电，比如说多看书，少看电视。书比电视更能够提供更多的独立思想。多运动，少上网，能够避免肥胖，提高免疫力，减少医疗开支。冰箱也是没有必要的，只会让你储存更多的食物，既不环保也不健康。还有空调更没有必要，我觉得人体本身就能够冷暖调节，所以还能减少碳排放。OK， 那衣服总要买的吧？时尚本身就是一种消费骗局，所谓的当季只不过是一种促销手法。我觉得一个人几套衣服完全能够应对春夏秋冬4季。好，那我问你饭吃不吃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菜可贵了啊！我满打满算给你一个人1个月吃1000块钱，绝对不多吧？太多了。有些人对食物的态度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，浪费的永远比吃的多。
健康的饮食根本不需要每天有那么多花样，一份番茄炒蛋，一份鸡胸肉或者鱼排，一份青菜豆腐汤，一份米饭，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都有。以上全部加起来，一个月还不到3000块钱，才剩500一个月。这么说，我还剩1000可以应对突发事件。你等会儿，你都省吃俭用成这样了，你还每个月花500块钱供财神爷？财神是他的乌龟。来，非常高兴认识杨华先生，然后也非常荣幸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知道你们这个秘密的人。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为啥你们谈个恋爱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但我依然为你们高兴啊！哎，再微醺一下，祝贺你们找到彼此啊！杨华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呢就自己人了啊！咱们加个微信。不太方便。嗯？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就是我不太用微信，微信里面也只有不超过6个人。不超过6个，你蒙谁呢？不是吧？其实要不是因为电话和短信费用太贵，我应该也不会换智能手机，因为我觉得手机只需要用来打电话就够了。你没有朋友的？有啊，但是不需要社交软件上的好友数量来证明这一点。现今生活中有太多庞杂的信息和过度的社交，朋友圈呢也并不能够真正的体现出一个人真的生活状态。我也不需要靠对朋友生活的窥视来表达自己的关心。人之所以会焦虑，就是因为知道太多，想知道能知道的也太多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无知反倒是一种快乐。在说什么呢？我觉得他说的对啊。对。你看，比如说你就是什么都想知道，什么都想管。你看，把我二哥管成什么样？你还说你怎么又说我来了？不是你接着说。你们听过6度分离理论吗？简单来说就是，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间隔不会超过6个人，最多通过6个人就可以认识到任何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会经常把我要交流的人严格控制在6个人之内，这样子我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人际关系和社交麻烦。生活越简单，越不会有太多的烦恼。牛肉可以吃，你吃这个，这个是猪肉。哎呀，甜甜。哎呀。